我上大學的時候，我有一個目標，我不要讓人家知道我的華語名字，還想學很多的華人方言。祝大家興啊、旺啊、發啊！歡迎繼續回來我們的妹妹套，我是眼力現金，我是拉斯達妹妹。耶！2026年人生當中有什麼新的計劃嗎？我平時都沒有計劃的，來到什麼我覺得我開心我就做，不開心我就不理了。所以你就是一個比較隨心所欲的人。我蠻跟着那個 flow 的，我開心，我覺得那個就是我的機會。我準備好了沒有？還是沒有準備好？我都會去試一試。那你會不會3分鐘熱度？對，我會。所以我為什麼不會亂亂的踏入感情？不是因為我花心啊，不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對我有興趣的東西，我會保持蠻久，我會想要探索更多。我沒有興趣的東西，或是我覺得很壓力的東西我真的是不管了。我覺得我跟你的性格有這一方面很大的不一樣。我是那種很需要完整的規劃，比如說我会很压力吗？這樣子？壓力，对自己有點苛刻。就比如說，好像以前我在上大學之前，我就計劃，OK， 我上大學的時候，我有一個目標，我不要讓人家知道我的華語名字。什麼？不是7月哦。OK， 什麼鬼？因為我小時候的陰影啦，我的名字叫燕京，OK， 燕子的燕，亮晶晶的晶，然後很多人叫我眼睛啦、來月經啦，很多的花名，然後其實對我某程度上面是有一種的傷害。我就覺得，我從 Terengganu 要去到檳城這個地方，哇，簡直就是不會有交集的嘛。我的朋友圈一定是全新的，我就為我自己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叫 Yanis。然後呢，我每一個大學同學我都介紹他，我是 Yanis， 這就是我精心計劃的新生活。這樣的有計劃的我真的沒有計劃不過呢，我會看一下我做過的東西，我有什麼缺點，然後我就想你會檢討。我會檢討，然後我想在未來的時候呢，我會改變這些東西。就好像可能以前我對英文，我覺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差，遇到一些場合我完全不敢去講英文，因為我覺得等下你會發現我的英文不好。不過呢，我接受我的這個缺點，所以現在我慢慢的開始去聽一些英文的電台，然後去看一些比較英文書本啊，或者是一些戲這樣子的。雖然是沒有太多的接觸，不過至少我知道我在努力，我覺得很好其實我對英文這一塊也是有很大的自卑感我們一起努力因為我從小到大就在 Terengganu 長大，你知道 Terengganu 的狀態是怎麼樣嗎？就是連你去巴星克 Starbucks， 通常我們去 Starbucks 一定是講英文的嘛，但是 Terengganu Starbucks OK， 我的那個時代，現在我不太確定了，是講國語的。然後我朋友笑，這樣你要叫 Americano 是不是叫 Kopi O Americano America 就是這樣子，所以其實我的英文很多時候都是只是在上英文課的時候才會用到，然後國語我會特別好啦，因為 Terengganu 大多數都是五裔同胞，然後大家都是講馬來文，然後而且 Terengganu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特別，就是 Terengganu 是沒有 peralihan 的。為什麼？大多數的人的國語都蠻不錯的，所以就不需要那個 peralihan 來幫助。而且那邊的華人呢，可能他們會的那個國語呢，就包括了那邊的方言。對，我是講那邊的方言的啦。一gang新gang mari kita makan 馬港我覺得這也是2026年我覺得其中一個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東海岸拍一些內容，對，找一些比較特別的嘉賓，因為我們每次都是在吉隆坡，每次在北部，然後我們沒有去探索更加可能是東海岸我們沒有說到比較多華人的地方，所以比較少接觸到那一塊。對，而且東海岸是我的家鄉，所以我就特別有那一個興奮，想要帶你去到我的家鄉。然後如果在鏡頭當中呢，給你們去看一下，其實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是長什麼樣子，也讓你去嘗嘗 OK 我從小到大吃的東西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2026年我們2個人都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如果是在東海岸的金主呢，如果關係到文化關係到語言關係到一些比較馬來西亞元素的那些金主呢，歡迎來敲我們的門，歡迎來敲我們的門，我們希望可以探索更多。對，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到自己的家鄉自己也未必很了解。對啊，我最近有聽過一句話，就是說，如果你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介紹你自己的家鄉，那你還怎麼能夠介紹其他的地方呢？所以這一句話很觸動我的心，讓到我覺得Why not？ 我來自這一個東海岸，可能大家都覺得華人沒有豬肉吃，然後沒有太多的華文文化的這個地方，我是怎麼成長的呢？我在這一個比較多巫裔，然後也比較馬來文化的這個地方，我是怎麼成長的？怎麼樣過新年？對，我覺得也可以趁機透過鏡頭，透過一些的影片，讓大家更加了解東海岸這個地方，尤其是我從小長大的這個北加跟龍運這兩個地方，如果你不是來自東海岸，可能你也沒有聽過吧？可能你覺得就是那個地方比較多馬來人，比較多那些文化是可能你都沒有接觸過。其實我覺得我比較想探討的是當地我們沒有聽過的那些習俗，因為有一些地方就是有比較少族群，然後我們沒有常常被就是 expose 他們的一些東西。我覺得有些群體比較少數的那些群體是值得給大家看見知道更多的。是，我也很贊同，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可以從4月堅持到現在的原因，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們好奇寶寶，對，而且我們對很多不同的文化，好像有時候他會對我宗教的文化啊，或者是華人的文化，或者是我會對穆斯林的文化啊，或者是馬來人的文化有很多的好奇。那當中的好奇，其實也促成了我們兩個人、兩個種族、两個宗教之間更加了解彼此。對，就是因為我們了解，所以我們才比較可以解除一些矛盾，解除一些誤會，讓我們更加對另外一個方面的生活，另外一個方面的一些那個角度的話比較有興趣，然後比較多的理解。對啊，當我們去探索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甚至是不同的群體的時候，我們認識的更多，我們的眼睛、我們的視野就開闊的更多，那我們就更加能夠容易去接納跟我們不一樣的人，可能他是穆斯林，但是他是印裔同胞，他的生活是怎麼樣的？他在宗教跟文化之間怎麼樣去拿捏，也是我覺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所以這也是我們兩個人這麼合拍能夠一起去探索。那留守我們的一個節目，其實我們已經有上了幾集，我們沒有持續的更新，因為可能還沒有找到那個方向。但是明年我們會着重在 podcast， 同時也會有一個這個在地漫遊的這個節目單元。那這個節目單元主要就是讓大家看看，就是用食物啊、文化啊、語言啊，來看看不一樣的地方、不一樣的文化。我覺得這是2026年我們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的話，你們覺得那一個來我的家鄉，來他的家鄉，或是來我們的 inbox， 然後給我們建議，有什麼方面的文化，有什麼方面的語言，或者是一些當地的一些習俗，值得讓我們去探討。你可以在我們的 inbox 提供你的意見。而且我跟他两個人都有一個想法，就是其實我們挺想去東馬的。對，因為對我來說，其實雖然我去過三打根，我也去過 Sarawak 的 Kuching 跟 Miri， 但是每一次都沒有很深入的去跟當地的人聊天，跟當地的人去有一個溝通。所以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節目單元，然後去到東馬，了解更多我們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是的，好像我們之前就去馬六甲探討那個巴巴牛亞的文化，有很多的反應。對，而且我們有很多的收穫。对，而且我看到每一個人都提供他們的想法，讓我覺得就是我們在馬來西亞文化方面，我們有共同的那種交流，真的是讓很多人獲益良多。是，我覺得我們開創這個 Meme Talk、Watch You Talk 這整個平台，我們都越來越向往我們當初的那個想法，就是我們就是想要借着我們的視野、我們的溝通、我們的談話，讓大家能夠更加的去理解跟明白馬來西亞整個文化，甚至是有時候是國外的文化的話，就我們
主打就是那種不譁眾取寵的。你可能會覺得我們有點平淡，或者是沒有哇很刺激很刺激，但是我們確確實實就是做實在一點的內容給大家看。對，講到2026，其實我還有一個夢想，還想學很多的華人方言。現在我比較向往學的是廣東話。好，我教你。就是粵語是很，因為如果是粵語的話，我有很多的資源可以學，對對對，有很多的 TVB 可以聽很多的那些粵語的那種電台，然後也是有很多朋友可以教我，所以到處我都可以學。可能是比較當地的 ，OK， 東馬有自己的方言。如果是在檳城有自己的方言，如果是在那個沙巴、沙拉瓦也有自己的方言，我覺得希望可以探索更多。是，而且我蠻喜歡的一方面呢，就是好像如果我主持的時候，我就用這些方言來跟大家 greeting 啊，對，對，大家好，大家好，還有什麼啊？沒有了，我不會了。我覺得那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不同族籍的那些人，他們就會有比較被歡迎那種反應，讓我覺得就是整場讓我覺得很溫暖。用同樣的語言去說話，其實有更多的親和力。對對對對，所以我們一起學習哦。除了這個我們的這個展望之外，就是去探索不同的文化啦，也繼續的努力開創這個在地漫遊這個單元之外，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挺想要好好的去沒有還沒有想要生孩子，還沒有改變到他的想法一年來我還沒有改變我不生孩子的這個想法。我下次再問那我其實是想要更自在的做自己。為什麼呢？你現在不自在嗎？可能我覺得在我的社交平台上面，我還是被很多的東西捆綁着。可能我美不美啦，我的標題好不好啦，或者是我的內容會不會被大家喜歡啦。其實我覺得這個心態蠻壓抑我的，因為其實我自己開創社交平台的時候，本來就沒有奢望它是可以做得怎麼樣，或者是做得極好。我就是想要把我的點滴記錄在我的社交平台上面，但是好像有時候可能之前在電台的關係，然後在一些的社交平台工作的關係，所以他們就輸入了很多來你一定要做到很美很精美，你的 video 一定要做到怎樣怎樣才可以 posting，就是要有專業度，然後有什麼東西不可以做，有什麼東西一定要做之類的，很多的限制。對，就是好像讓我覺得分享這件事情已經不單是分享，還是它就成為了一件工作。所以我想要在社交平台上面，或者是在自己生活裡面更加自在的去做自己，讓我以最舒服的狀態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然後也不要太過去在意可能我的表達不夠好，可能有一些吃螺絲啊，或者是穿得有點不太好看啊，或者是沒有化全妝啊，我覺得這個是我2026年想要更加的去學習的事情。之前我也是會就是局限自己你不可以有太多的語病，然後你不可以那個字正腔圓，所有的字都要念好來。對，當然這個是我的專業啦，不過就要接受一點，就是不是每個人都在每個時候都是完美的。对对，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強迫自己去成為最完美的那個人。如果太完美呢，我覺得用 AI 就好了。對，我不是說不要學習，不過就是要人性化咯。主要是我覺得在創作內容方面是你的內容，不是完全不需要跟着那個字正腔圓，不過你至少不要讀到火花借分即息這樣子，不要這樣子，真的是完全錯，你懂嗎？對，大家都明白，然後你聽到的時候是舒服的，然後可能是比較基本的那些1、2、3、4聲，然後翹舌平舌那些，你就慢慢的學習讓它更加的美，更加的完美。當你還沒有學到很完美的時候，你不要完全說 OK 我很自卑，所以我完全不用拍。因為當你完全不用拍，或是你完全沒有練習的時候呢，你真的沒有 make any progress。對，因為有時你在練習的時候就是默默的練習，然後你沒有在拍的時候呢，其實在拍的時候跟練習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感覺。就好像我去唱 K 跟我在台上唱歌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唱 K 我覺得我唱得很好聽啊，我在台上的時候我老嚇死我自己。我覺得我跟你有很大的不一樣，像剛才講的東西，就是你是一個比較 follow the flow 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就想要更多的向你學習，就是多享受當下吧。對啊，多享受當下的那個想要分享的那個情緒，或者是想要去拍一個視頻，因為你知道嗎？或許可能之前在電台的關係，所以很多東西我會害怕，電台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分享不好啊，有一點的限制，以至於我有時候會很害怕隨便錄東西，然後隨便 po 上網。但現在我就學習，讓我自己向你學習，隨波逐流一點點。不是說你去跟這個世界的潮流，而是更深的去體會當下的那個感受。當下你想要講一些什麼，你想要分享一些什麼，不要太多去想到底那個人怎麼想，到底觀眾怎麼想，到底電台怎麼想，其他人怎麼想。我覺得這是我更多去學習，不要有太過多的設計跟計劃，就單純一點點，純粹一點點的去分享。生活上面也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去旅行要就是做的很 planning 的，比如說第一天我們要去哪裡3個行程，第二天我們怎樣去，然後坐火車坐車什麼，我會 planning 到很好，然後只要有一天或者是一個行程落下了，我就會很不開心，神經病，然後我就會很糾結怎麼樣，我一定要去到這個地方什麼什麼這樣子的。但因為2025年的時候我就去了那個韓國嘛，那個行程啊，我跟我朋友那個行程也很臨時的買機票，臨時的就決定自己。對，然後就隨便去，又很隨機。那一個旅程其實我覺得挺開心的。對啊，因為你完全沒有那個一定要跟什麼什麼什麼，一定要局限什麼東西。所以就享受當下了。對，然後原來這麼舒服，原來去旅行也可以那麼輕鬆。因為我其實曾經會覺得去旅行是一個很壓力的事情，因為要 planning 很多。其實你有那個計劃也是 OK 的，只是你不可以說你有這個計劃你不可以改變。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計劃都會有改變的。對，這個為什麼我不再計劃我的人生？因為我會計劃到很多很多，我要在幾歲什麼做什麼啊，然後我要達到什麼東西啊。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到，不過我拿到更多的東西。就是享受當下生活當中賜給我們的一些驚喜。對，可能是你懂為什麼我要拍片嘛？因為我真的是想要放開因為我之前就是怕這個我怕这個，我寫什麼我又怕，然後那個我也怕，所以當我拍片的時候，我就 push 自己做自然一點，享受當下，學會表達。可能是第一次我會拍很多次，弄到我很壓力。不過如果你習慣拍的時候呢，你越來越會表達，然後你越來越知道要怎樣去人性化的去表達，你會開始越 enjoy。所以一切的事情你要開始做，你要開始去享受，你才會看到更廣的路，更正確的軌道吧。我覺得2026年展望的就是讓自己能夠更自在、更開心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後 follow the flow， 享受當下的情緒，享受當下想要分享的東西。對，如果以前呢，可能是在20多歲的時候，我會有很多的展望。今年我一定要採訪什麼什麼什麼，然後今年我一定要達到 OK 升學啊什麼之類這樣子，很多的計劃。不過現在我越來越簡單，那個生活越來越基本的要求吧，我就是要求我的寵物都健健康康，我的爸爸媽媽都健健康康，然後我的工作也順順利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中可以得到我自己的快樂，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興趣，就好像拍 podcast 然後主持或是做一些公益的活動這樣子，每一個都 balance， 讓我覺得 OK， 我是在基礎的生活，然後我可以平靜的過生活，然後同時也可以獲得我的快樂。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聊到2026年新的一年開始，哇，你要有什麼樣的展望啊，要什麼樣的期盼啊，其實有時候這個期盼或許也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麼沉重，哇，一定要達到什麼什麼樣的業績，或者是一定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許我們的展望也可以很平凡，也可以很簡單，就是跟家人一起開開心心，或者是生活過得比較順遂一些，不論是工作啊、感情啊，還是任何的其他方面，這也是一個展望。
所以不需要把那個展望放到很大、很重、很沉重。不過還是有一個展望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一直重複的減肥。這是每一年的展望。對，這個是每一年的展望，從中學開始，應該是從小學開始吧。不過到現在還是我陪你一起，我也是要。其實我覺得減肥哦，它也是一個，為什麼我們講它是永遠的展望？其實也是一個好的，因為我們每一年都想要更健康嘛。對呀，对呀，是吧？我們不想要我們每一年是處於 obesity 肥胖的那個標準，然後反而我們是希望我們的體脂越來越低，然後但是健康的減肥，健康的去瘦身，健康的去調整自己的身體。就是2025年的時候，我因為就是去跟減肥中心，就是減肥計劃嘛，讓我覺得 OK， 我有另一方面的那個減肥的觀念。好像之前呢，我減肥是節食，不吃東西，不吃東西。早上我就喝一杯牛奶，還有一條香蕉，然後我就過後就沒有吃了。哇然後真的是2個月裡面我就瘦了大概10多 kg 吧。不過那個時候你那個臉憔悴塌下來這樣子，覺得很憔悴。每一個人見到的時候，他們就會問你病了嗎？當人家這樣子問你的時候，你會覺得我真的很憔悴，我真的看起來不健康。不過現在呢，除了他們自己的 treatment， 不過他們同時也教我怎麼吃。他們非常非常的注重，就是你不要餓着肚子。我也是想跟大家講，就是我們要吃比較健康的東西。健康的東西就是 raw food，就是原型食材、原型食物，就是盡量的避免加工食品、加工的食品，然後盡量的避免就是油啊、鹽啊這些東西，可能不是完全不可以用，不過就是比較少量，減少啦。對对对，如果你這樣子吃的話的，你其實可以感受到那個食物原本食物的美味。对对对对，我也享受過這個階段。就以前我很胖的時候，大家相信嗎？我曾經去到78公斤。我一個159 cm 的人，我曾經真的很胖。其實是在第一次 MCO 的時候，行動管制令的時候，我就覺得人生好無意義哦，每天都關在家裡面，我就來減肥吧。我的目標也很簡單，我一天只要有動30分鐘，不管是在家亂亂走或者是運動這樣子就可以了。我的要求那麼簡單，半個小時。然後呢，吃食物吃得比較健康一點，像你說的 raw food，不要吃那些 processed food 加工食品，而且還要吃比較平衡的，就是你一天裡面你一定要有 carbo， 你一定要 vitamin C 你一定要有水果，一定要有雞肉，就是全部菜那些你都要有。对，所以都平衡，你不要餓着肚子，因為如果你餓着肚子的話，你的那個新陳代謝會變慢，還有記得要多的喝水。對，我最近也是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以前我的水瓶會比較小，可能500 ml，現在我買大的水瓶，我就發現到我可以喝很多的水了。真的，如果是你在節食的話，我覺得是事倍功半。 Yes，如果是你不節食，不過你吃健康的食物，你沒有在餓着肚子呢，你就會事半功倍。OK， 好，那今年2026年你又有什麼樣的展望呢？如果你有什麼樣特別的展望，或者是希望我們在頻道上面分享的事情，也可以 inbox 我們。其實我們很希望可以跟你們有更多的交流的，你們可以自由的在我們的 YouTube 底下 comment， 或者是在我們的 Spotify 或者是我們的 Apple Podcast 裡面去 comment。其實我都有去看，而且我告訴你，其實一開始我們做這個頻道的時候呢，我就在想，到底要不要影視嘞，還是我們就是講話就好了？但是之後就想，反正都做了，对，那就一起做吧，就做影片跟那個 podcast， 然後我們就真的是很隨機，跟我們講的佛系，很佛系的去經營。然後一開始上在 YouTube， 然後 podcast， 你知道嗎？我們一開始我們的 podcast 的收聽人數真的很少，可能10個人不到。但是現在在繼續堅持的做，對，我就不要去看那個數字，真的不要去看那個數字，然後慢慢的說，
發現到原來音頻只是單單聽聲音，也有很多人在支持着我們，在默默的在不同的國家都在聽我們的 podcast，所以我們就非常謝謝你們願意挪出你們的時間來聽我們兩個人跟你的分享，希望我們也可以有更多的機會，更多交流，對，更多不同的方式跟你們有一個交流，文化上面的交流，思想上面的交流，也是我們做這個頻道最主要的原因。是的，不管如何，你希望大家在这个2026年可以有健康的身体，然後也可以有一個平安的生活，快樂的生活。是的，同時呢，也祝大家興啊、旺啊、發啊！耶，要新年了，是不是？祝福你們2026年接下來順順遂遂。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這裡啦，我是眼力千金，我是拉斯塔妹妹，拜拜。